因为我们是2个房间，就玩具收起来之外，然后又要塑造成我们是1人1间。我懂，因为我们去上班的时候就我妈一个人在家嘛，然后所以我妈一定有饭、啊。你妈一定会检查抽屉，我妈也有玩具，然后自己拿出来用。不要不正经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全部通知。本节目由加速影像制作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传播帝。今天我不做开场，有人要帮我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我到。你不是很洋洋得意？来，再一次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传播帝乐园。这样可以吗？我本来想要好好开场，但是因为今天来宾很活泼，严肃的，对，就让他自己讲。那你本身也是 YouTuber 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频道是做什么样的内容啊？我的频道主要大部分是讲我在，因为我是空姐，因为我是做空服员，对，空服员。然后我之前是念音乐的，还有气质哦，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所以你的频道就是空服员的相关内容，还有一些音乐的，以前念音乐的一些东西。哇，我今天访问到一位才子哎，而且据说是美行第一美，是不是？是。怎么好意思给自己这个称号？我觉得有点不要脸。不是因为一开始我做我这个节目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我就设定我的观众应该都是台湾人。所以美行的人不会看到，是不是？因为想说美国人一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我在讲中文。然后台湾人在我们公司蛮少的，所以就是因为你人数少，然后好看的就是你知道，然后我就什么不要脸的，好像就是想要一个比较厉害的头衔，这样大家才会注意到。对，John今天来就是我们要聊，其实要聊比较严肃的话题。对啊，其实我们要聊婚姻，因为当初你有邀请我来的时候，我就说你确定要找我吗？因为我看你的频道都是不是什么鲜肉练习生，不然就是一堆写真集男神啊。你也有肉啊，你也有胸不是吗？来，胸部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有，但是就是跟他们比，就是跟你那些人不行。而且你又长得像何宇文。为什么是何宇文？我一直觉得你长得超像何宇文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下个礼拜见。好，我要认真的问第一题哦，因为我们聊一下婚姻，就是像你跟你先生2个人都是狮子座，我好奇你们2个平常的相处，因为我男朋友也是狮子座，然后他就是一直讲话，我负责听的那个。你们在家中的角色是什么？这题你就问你自己就好了，没有一样吗？差不多哎，因为虽然说我们俩都是狮子座，但是跟你们蛮像的，就是我比较吵，比较对外向，我本来是想讲活泼一点，外向，对我比较外向一点，然后他就比较内敛一点。你也太外向了吧！你婷飞在家里的时候，你还逼他一起演短剧，我就觉得你很有事哎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刚好疫情刚爆发，然后就几乎全美国都封城吧，对，然后就是不能去上班嘛，然后大家一直这边讲说，哦，我要 work from home， 然后我说就大家你也要 work from home， 对，我拽个屁啊，我也要 work from home。你在家怎么工作就硬要演啊？硬演就是写了一个这个剧本，然后演出来。但他这么害羞，他还愿意配合你，我觉得很神奇耶。因为我本来其实是要找别人，我本来不是要找他。但是就是因为封城，没有人愿意来我家拍。他好委屈，其实 Johnny 是备胎，他还不是首选，他不是首选呐，因为我怕他会尴尬。他演得蛮尴尬的啊。我觉得他尴尬之余，好像有点在享受那种感觉。我有感觉到他那种被虐的愉悦。对。那你们一开始是怎么认识？听说是远距离恋爱啊？对，我们认识是我那时候要去美国念书，然后我们2个的共同朋友就说，你要去我去马里兰州念书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住在马里兰州，然后我们的共同朋友就把我们2个介绍认识这样子，所以不是Grindr哦 ，OK， 也不是 Tinder 哦，是真人认识，是真人相亲，然后相亲过后就一眼就燃烧起来了吗？其实老实说，那个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他的名字，我老公叫 Johnny， 然后我就 Facebook 就打 Johnny， 然后那个时候就跑出来2个 Johnny。然后有一个，其实他另外一个其实在线上也蛮有名的，另外一个长得比较帅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以为是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说哦，我当然要见面哦，可以这样子。结果见面之后发现，是另外一个叫你，就没有话就点进去看那个帅的，然后就发现他的就是 local 台湾，就是 OK， 就是在台湾，然后点了第2个，发现在美国那应该是这一个。
但见面之后就觉得一见钟情吗？一开始其实是我们以为我们都在马里兰州，对，结果后来我到的那一年，他刚好念书毕业，所以搬去别的州了。他搬去芝加哥，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。对，所以我们第一年其实过了大概3-4个月才第一次见面，然后在这个之前都是那个线上聊天。那怎么维持感情？你是属于那种可以不要常常见面的人吗？我很不喜欢讲电话的人，所以我们大部分是视讯、恋爱。然后网爱，对，真的假的啦？靠这个维持间距离没有啦，就是因为热恋你要干嘛都可以干嘛，你懂的啊。你现在应该在热恋吧？我现在算在热恋。是啊，所以就是不管距离怎么样，或是时间的不同，都是可以接受的。那你们多久见一次面？那时候？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念硕士，然后他是硕士班刚毕业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不是我放假的时候飞过去，不然就是我们的国定假日他飞过来。我们就是大概每2个月见一次。但为什么他都要用表哥的身份跟你见面？这个应该大家都用过吧？表哥没有用过表哥吗？表弟我没有表姐。为什么你都在美国了还要用表哥这招？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蛮多是台湾人的然后因为音乐圈很小，所以就想要比较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份，很容易传开来。对，那最后怎么跟大家公告的？其实一直都没有公告，一直都没有吗？是到了我一直没有公开出柜，直到我要结婚前吗？结婚前，而且我本来也没有打算要公告，是后来那个时候不是有公投吗？对，然后你才为了公投这件事情站出来，呼吁大家要做这个事情。那个时候不是很多人都就出柜吗？对啊，我也就 OK 趁那个时候。那你怎么会觉得他是那个对的人，然后要走向婚姻啊？那一个点是什么？还不是为了签证？多肤浅。没有，应该说我们。后来我毕业之后，然后我就工作，我就教音乐。毕业之后，他有一个让你实习的，让你在美国实习1年的机会。然后那个实习的时间到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办工作签证。然后那时候我教的学校，他们愿意帮我办工作签证，但是因为美国的工作签证是就算公司愿意帮你办，但它名额有限，每年名额有限，所以大家要抽签。然后教你就说，那万一你没有抽中怎么办？我就回台湾啊，对。然后他就说，不然我们就结婚这样子。很认真怎么会这样？很不浪漫对啊，就为了签证啊。对啊，蛮不浪漫的。那你不会想要有一个很浪漫的求婚吗？所以后来我才办一个婚礼啊。对，你一切都在婚礼都补回来。对，我就是决定一定要补办一场婚礼。那你们办婚礼之前，家人都知道你们的事情吗？他好像就是会之前固定会捐钱给热线，然后后来有一次他爸妈就是看到收到收据，对，然后才不要扛的。哇，对，好有戏哦！他爸还是他妈就去查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单位，对，然后就知道啦。但是家里是算接受，家里算接受吗？全家知道的状况下，他爸爸先去做离家出走，然后妈妈就也离家出走，没有，就是爸爸就去做研究，说同性恋这个东西，比较理智一点，那妈妈就会稍微比较，你知道，妈妈就会比较感性，妈妈比较感性一点，对，妈妈就说怎么会，就一般的家长的反应，对，就说怎么会是我的小孩这样子。那你呢？你家里面？我也是非常晚出柜，我大概结婚前一天，没有是当天，没有啦。对啊，我妈他们都有参加婚礼，我们全家都有参加婚礼，大概。是我要结婚的，我决定，因为办婚礼那个东西要很早就先定好嘛，所以我大概是我确定场地的那一年，结婚前1年跟我妈讲。那她反应怎么样？我蛮贼的是，怎样贼？这把我放在我频道里面讲的耶，因为很多人都 Q&A， 因为我最近要做一集 Q&A， 然后就有人就说怎么出柜的。好，我先在里面讲啊。快说。好，就是我是在急诊室的时候，有一年我回来台湾，真的很贱，听到这个就觉得很贱。对，因为在急诊室的时候最危急啊，最危急，然后你是最脆弱，你身心灵是脆弱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在急诊室陪我吧，然后。我想说，不然趁这个时候出柜好了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时候出柜，家人也不敢骂，怎么样？对，因为你就是很脆弱，对，然后所以我就跟我妈说，我就说，为什么我外公、我阿公为什么一直问我说怎么还没有结婚？交女朋友，对，交女朋友还没结婚。
然后我妈说，哦，对啊，因为你年纪也到啦，那长辈当然希望你是以后会有一个人陪你啊，走下半辈子。我就说，那万一如果我不想结婚，然后我结婚的对象不是女生呢？然后我妈就这样子，因为假装你是我，偷捏你，马上把那个拔掉，那叫什么？这个针滴拔掉，不是。然后我妈就坐在我旁边，然后她就这样子远眺远方，这样看着远方，大概安静了大概1分钟吧。然后她又转过来就说：“那你的另一半是不是 Johnny？” 你妈也知道因为我妈有去美国找我啊，然后我们住一起嘛。那1分钟她其实是在思考是谁这样子，也没有好不好？就一个对象而已 ，OK， 就一个，就那一个人。妈妈也是蛮敏锐的啊，家长应该都会稍微知道，对吧？所以她应该不是当下才怀疑。对，因为她那个时候第一次要去我们住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就因为我们是2个房间，然后我们就把所有有可疑的东西都收起来，收起来之外，就玩具收起来之外，然后要塑造成我们是1人1间。我懂，对，所以就要把电视剧很常演，对，要把东西，对，那些都很常演啊，就要搬来搬去的。然后因为我们去上班的时候，就我妈一个人在家嘛，然后所以我妈一定有翻、啊。你妈一定会检查周我妈有玩具，然后自己拿出来用。不要不正经、算了，慢频道也很开啊。不是啊，开妈妈玩笑很可怕。不会，我妈 OK。那你爸怎么知道是你妈转述的吗？我爸很早就已经离开了，所以这一点你只要克服一个困难就好了。我就比较也不能讲轻，我就比较简单轻松。对。那婚礼上有大哭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本来以为我会大哭，那个没有。应该说我们那时候进场的时候，因为我先进去嘛，然后我站在舞台，应该舞台吗？司仪台的司仪台中间。对，等他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一站上去哦，我就是那个。那种热泪盈眶，我就真的我其实那时候已经要快哭出来，但是我就觉得，如果这个时候我哭出来，我觉得也太丢脸了。我觉得到底有狮子座爱面子吗？对，我就觉得太丢脸，因为才连开始都没开始，你在哭个屁，大家就觉得你很做作很假。可是这是真实的心情啊。对啦，所以其实我后来我的结婚影片有一个画面，就是我站在司仪台上等 Johnny 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他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眼泪就是快要流出来。但那天没有真的哭就对了，没有真的哭出来。对。他在讲那个誓言的时候也没有吗？交换戒指的时候，就是表姐就是搞笑啊，是表姐证婚对不对？然后就Johnny 的表姐。对，我记得我看了一遍是听不太懂表姐在讲什么，是不是？真的听不懂哎，而且她大概讲了2、3次，因为表姐是 ABC， 而且非常严重的 ABC， 然后但是她。其实整场那个时候我们要讲誓言的时候，因为表姐她觉得我的来宾都是台湾人，所以她觉得应该要讲中文。对，她就说哦太好了，我可以趁这个机会 practice my Chinese。然后结果后来就你看就这样了，是个灾难。你们婚后有什么婆媳的问题吗？这个要讲吗？因为每次你上节目好像提到婆婆都会就稍微的收敛一下。应该说 Johnny 他们家比较保守一点，然后后来我不是创了我自己的频道嘛，对，也没有让他知道，现在还不知道，毕竟他有点名气。OK， 好。然后后来就是婆家的亲戚，他们都年轻一辈都有看到，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默契，就是没有让不要跟长辈讲，没有给长辈知道，但是默默的有一些长辈可能会用 YouTube 的人，还是会发现，所以婆婆就好像隐约知道这件事，但没有说什么。他后来看到，他就说，其实我好像蛮会表演的，对他觉得我好像蛮适合做这个的，但是他也没有说支持或者是反对，只是说你表演得很好啊，对，然后给你一个假笑，没有，婆婆开玩笑的。你有实际在他们家住一段时间吗？去年6月到2月中间，我们都是两边家一直互相轮流住，对，但是我去他家的时间会比较多。因为他家长辈比较多，所以就要去那边帮他洗脚啊、漱口啊，帮他们用漱口水。没有啦，就是我去他家比较多，但处得算愉快，愉快啊，愉快啦！他们全家，都对你很好，对，都蛮喜欢。我本来想要问说有没有一些婆媳不合的事情，但其实蛮多的，私下讲。我就是开另外第2集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就是。一定都会有一点点观念不同，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长辈，我们就是慢慢配合。对，我觉得就是晚辈的配合啦。那我跳回你们在美国的生活好了，因为
最近一次回美国，就是把家里弄得蛮乱的嘛，所以是你跟 Johnny 的生活习惯本来就不一样。他是一个爱干净的，而你不是。我以为我是，结果后来我发现我不是，因为我第一次一个人在美国住那么久，因为之前他都会在嘛，那我这一次就自己。的确蛮乱的，而且很多以为我塞好的，我没有塞，真的就这么乱。那他平常怎么忍耐你啊？所以他就是，因为应该说我是一个怕被人家念的人，所以避免人家念的做法就是你先弄好，先把它做好，就不会被念。对，所以因为我是怕人家，我不喜欢有冲突的人，那怕他骂我，那我就赶快先做好。所以他会骂你？不是，他不会骂，他会念我，叨念的那一种。所以为什么整个衣服又乱丢？他也不会，要怎么讲？我就是怕，我就是一个很俗辣的一个人。对，我很胆。你只是看他在折衣服，就想说天哪，下次我要先折好。对，他做我就赶快也要做，你就是不能自己在旁边就是翘脚什么的。因为他是长辈的关系吗？你们两个差几岁啊？差5岁。那也还好，还好啦，还好。结婚住在一起之后，生活上有什么摩擦吗？其实没有老实讲，我们两个人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沟通，他是一个很喜欢沟通，然后他很理性，那我比较情绪化一点，所以他觉得事情如果我们有摩擦或者是有争吵的话，其实他觉得坐下来慢慢讲，对，他会先让我冷静，然后跟你冰手，你给我冷静，然后冰我，没有，然后冰来头。他就等我稍微冷静之后，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就是讨论一下，好好聊一聊这样。然后因为我的脾气就是来得快去得快，所以我当下他要让我冷静一下，其实我就很好讲话了。狮子座是这样的。对啊，你应该也是吧？我也是，但有时候就会很想要在当下把事情解决，就是我就是现在要解决，我们要等一下。对，我就是要马上跟你吵，我就是要把气当下弄出来。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够冷静是 OK 啦。对，要有一个人说好暂停，你等一下。像昨天我也是，因为我男朋友就说他爸不让他回台北，然后他就很火大，其实我也很火大。他说你现在不跟我讲电话，我要休息5分钟再讲会比较好。有时候狮子座就是脾气很火爆，对，很急。然后我们知道自己快要烧的时候，先让我烧一下，等一下就是要发。所以你觉得在婚姻里面好的相处之道是什么？以你跟 Johnny 来举例的话，我觉得尊重，婚姻之间的润滑剂，我觉得是婚姻之间的 KY， 婚姻之间的 KY 是幽默我觉得。哦，我没有的东西。你没有吗？我还好。你还好？对。那你另一半呢？很幽默。对啊，那就 OK。不能2方面都幽默啦，因为太幽默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，我很幽默，然后他很懂得配合跟欣赏。那我觉得幽默是可以让我们走得很长远的一个关键。那尊重就是一个基础。那 Popper 的部分 ，Rush 的部分就是，Rush 的部分怎样？一些玩具吧，没有，就是这2个啊，我觉得蛮很不正经。好，节目最后你们看到我们桌上有这样带来的蛋糕，他本来说边录影可以边吃，是不是没有时间吃？是不是？太好聊了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录第2集？难得来讲婆婆的，没有开玩笑。你听起来也不敢跟婆婆怎么样啊？就尊重啊，跟长辈起冲突吃亏也是自己啦，我觉得。好，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想要结婚的朋友，就是跟长辈起冲突吃亏的是自己哦。传播地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like it and share.